Hello， 大家，我是穆迪，欢迎回到频道。今天我们讲一讲硬防晒的重要性。防晒永远是遵循 ABC 法则，避免暴晒，找遮挡，给它防护住，最后才是防晒霜。那很多时候你的防晒霜是不可能达到一个全光谱的，你再怎么遮，它过1-2个小时那个防护力就是会减弱。像我儿子前一阵子去滑雪，我怎么给他涂防晒，我涂最强劲的防晒黑能力的防晒霜都没有办法防止他晒伤，最后脸还是红红的回来了。那这个时候你就不如去戴一个防晒口罩。现在防晒口罩也都升级了，一会儿我也会讲到，完全不是那种很厚重的了。然后墨镜我们要尽量戴那种大镜片一点的，这样可以遮住我们颧骨下面、眼下，尤其眼下很脆弱嘛，你涂防晒有时候眼部会更加的敏感，你还不如给它遮住。各种的大码的墨镜这更好，这是渐变的，还可以看到外面视野更清晰。并且现在防晒衣的款式也升级了，别人已经看不出你穿了防晒衣，只是一件很普通的日常的外套。像这个蕉下新出的这女士速干防晒衬衫，你看它就像一个普通的衬衫一样但是它是 UPF50， 面料非常凉快，它叫速凉新面料，迅速帮你降温。即使你容易出汗的皮肤，你也不会闷汗，透气性很好，并且它这种宽松的版型是遮肉又显瘦的。即使你肩膀有一些肉肉你遮掉，你感觉这个肩膀很垂顺，减弱了你肩膀的这个线条，会显得手臂很瘦，是不容易褶皱的。你就把它随便挂在那里，也不用打理，每一次穿上都是很垂顺挺阔的版型。防晒衣标配的就一定要有一个放指头的这个指洞它这个指洞呢，你看它是在衣服这个扣子后面，所以是有隐藏的设计，你没有让人发现说你这是防晒衣，手背完全可以遮到，不会说一动那个袖子就跑上去我这个颜色是有点偏藕荷紫色，它还有棕色、白色、蓝色，它这个紫色就非常的温柔显气质。注意这款衬衫的款式偏大偏宽松的，像我平常穿 L 嘛，我是170，我一般穿 L， 但这一款穿 M 就很合适了。跟它搭配的不是同一个色系的，但是是有一点偏深更百搭的一个石墨灰高弹塑形阔腿裤。这款也是你看不出来它是一个防晒衣，看不出来它是一个很防晒的裤子吧，因为它的首先腰部这一块它加宽了这个设计，你吃多了也不会勒得慌，有的时候在外面吃多了，吃火锅什么的不小心吃多了也不会显肉。然后腿部线条也是显得很修长的，很修身，腰部防赘肉，然后你的胯部呢，它也是增加了那个空间，臀型也很好看，同时也是瞬间的吸热吸湿，它非常的宽松你高抬腿，你做很多运动，你穿着它去做瑜伽去跑步都没有问题的。并且蕉下的裤子我发现有一个很大的优点是，你怎么机洗它的面料都不会起球。你像这种稍微有一点不是那么薄的这种裤子上面有一点微绒的感觉这种裤子很容易变形起球，但它没有。有一些瑜伽裤我真的是穿了几次洗几次就没有办法再穿了。然后就是日常百搭的卫衣，我今天穿的这个半拉链式速干卫衣，反正这颜色很柔和，我很爱。天蓝色真的很春夏它有白色、粉色、棕色，它这个材质上面你仔细看是有压纹的棉感卫衣，你感觉就是像穿一个纯棉衣服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细密的微孔的肌理，透气舒适。我每次穿着衣服就不想脱下来，我感觉比我的家里的睡衣好像还要舒服。然后这种半拉链式嘛，就是更方便，热了你就给它拉下来一点，穿脱也更容易，特别适合比如现在有一点点凉的时候，你去户外跑步，你外面总是要套一个衣服嘛，比如里面短袖，你外面套一个它，也保暖也透气。平常我出门它下面就搭一个打底裤、瑜伽裤就好了。新款的瑜伽裤我最近每天去健身房都穿它，真的太舒服了，甚至比我的 Lululemon 还要软，还要弹，还要贴身。
它是完全符合亚洲女性的曲线设计的，腰臀比例显得很好，而且它也是不会太短的，因为我是1.7米的个子，有的裤子真的就到我小腿那里，然后这个长度是正合适的。它的腰部其实是提高了腰线的设计，所以会显得腿更长。我去健身房都是做那种 HIIT 嘛，非常热的状态，我的腿部也不会闷汗，即使有汗，它也很快就很干爽了。那个衣服不会说汗在那里还有异味什么的，但是更不可能了。黑色比较百搭，它有棕色还有深灰色，都很好看，基本你就可以 all in， 然后每次健身房挑一个你喜欢的颜色跟上衣去搭配。然后他们家的喇叭裤我已经推荐了无数个春夏，我有各种颜色，这个是深灰色，我还有黑色，还有一个米棕色那样子，都很好看。这个高弹阔腿裤啊，就是我目前穿到最显腿型的，它这种微喇的设计显得腿巨长，然后它的胯也不会显宽，它的腰围设计的也很好，并且是很日常穿搭的。你即使上面穿一个蛮正式的衣服啊，搭它都不会出错，并不是说一看别人说哦你穿了运动衣，你穿了健身服，它没有。它的版型设计就还蛮正式的，不是这种很邋遢的感觉，也是持久的凉爽，不会闷汗，贴身穿非常舒服。它的面料我真的想你们摸一下，软到不行，然后它弹力也很好，你完全怎么运动啊，去爬山什么的这是我最喜欢的爬山裤。因为爬山有时候你还是想漂亮的去照个相啊什么的，你不想说穿一个普通瑜伽裤嘛，那这个裤子就很上镜。然后就说到一些 accessories 必买的，真正帮你防护到你的脸、你的手、你的头所有地方的，就是一定要有个帽子。在加州我跟你说，出门我没有帽子是不会出门的，尤其在南加州太热了，一年四季的紫外线指数都是最高的。在我们圣地亚哥没有所谓的阴天，就是做好硬防护，防晒就对了。蕉下新出的这款帽子呢，跟之前比它这个帽檐是更加可以折了，你看吗？是完全可以折在一起的。原来那个帽檐是硬的，硬的帽檐有一个问题，你就会卡你的额头这一块，有时候会头卡的有点头疼，如果时间长了。但软帽子就没有这个问题它同样也是一个大帽檐，并且它这个宽度是你开车不会遮挡你的视线的，你的侧面光是完全可以挡到。里面是黑胶的 UPF 有100+，超强防晒黑了。然后这一款我觉得是很好打理的，像我之前脏了你就轻轻拿湿布擦一下，是可以把那个黑色的印记擦掉。颜色比较活泼呢，我选了这个浅黄色，我觉得还蛮可爱的，很适合春夏。比白色呢多了一些俏皮感，没有黑色棕色那么闷。然后如果你想一年四季戴，它这个新款的这个棕色，它叫秋颜棕，也很好看这个颜色就更加百搭了，而且深色帽子就不会脏嘛，脏了也看不太出来，不像这种浅色你需要经常打理。然后是口罩，这个口罩也是升级了，我之前推荐过这款，它叫3D 无痕口罩，也就是说如果你有口红什么的，或者你粉底什么的不容易粘在上面，不会像普通的，比如像我之前买那个欧桑尼的口罩，就普通的黑色口罩普通的这种面料首先它很厚不透气，我每次用上它我脸都闷汗。那蕉下这个新款的这种真的超薄原纱科技，并且它中间还是有透气孔的，你鼻子这块也不会闷出汗珠，非常的凉感，你摸上去也是有冰冰凉凉的，剪裁很好，这一块还可以护眼角这款如果你不是大红唇像我今天涂的这种，一般来说都是不会沾到口红的。而且我们真的要戴防晒口罩的话，你是不会画一个特别大的全妆嘛，就那种淡妆就可以了，所以一般来说都不会粘在上面。我发现所有的口罩里面最显白的口罩是什么颜色？就是粉色，这种淡粉色，你戴上就觉得你很白净。不要去买什么灰色米色，其实米色是非常显黄的，因为那个颜色跟你肤色相比会深一色嘛，好像你的粉底很黄那个样子，千万不要买米色，就买这种粉色。
显得气色很好。如果你防晒黑能力要高一点呢，你就去买黑色，就传统的黑色或者深灰色就好了。深色面料防晒能力会更强一点。顺便再推荐一个近期我的睡觉神器，戴上秒睡着重力眼罩。它是叫助眠眼罩，天然帮你释放身体的褪黑素。我开始觉得就是个噱头啊，但真的不是，你戴上真的很容易入睡，因为它上面是有这种颗粒的，这一圈是按在你的眼睛周围，它是按摩你的穴位的，比如说像鱼腰穴、丝竹空穴，然后各种中医的穴位，帮助你身体放松，快速进入睡眠状态，更容易进入深度睡眠啊。你午睡戴着它也可以哦，它是这种镂空的，你可以看到吗？即使你有眼妆，它也不会破坏，不会花妆，真的很厉害哎！我有时候下午午睡啊，我就直接戴上它，窗帘都不用拉的，戴上它快速入睡。然后它这个后面是魔术贴，它不是说一个绑带你要使劲去系呀、去勒呀，没有，它就轻轻一粘就粘到了，也不会把你的头发给卡住，真的很好。午睡星人或者是睡眠质量不好的，你去试试它吧。和防晒搭配的，你还需要什么？抗氧化产品。这是为什么早 C 晚 A， 早上涂一个 VC， 还有一些各种抗氧化成分的产品放在防晒霜之前，有效的抵御光损伤，让你的防晒效果加倍。好，最近用到这一个非常好用的 VC 是 Remedy 皮肤科医生 Dr. Lee 他们出的品牌，它这款绝对是一个封神之作。首先它的质地啊，我是没有用到这么舒适的 VC， 完全没有烤肉味，没有刺鼻的味道，就像保湿乳液一样的舒适，涂在皮肤上也不会黏腻，一天下来脸也不会干。它成分真蛮厉害的，像添加了伊克多因，伊克多因是专门帮你修复屏障、抗炎舒缓的，阿魏酸也是和 VC 超级好的搭配，它兼具了抗氧化、补水、提亮各种功能为一身的。像它里面还添加了角鲨烷、芦荟、维生素 B5、金盏花、绿茶，全部都是对皮肤有益的成分。它用的 VC 不是圆形 VC， 用的是高稳定的一个 3O Isoascorbate， 它不容易变色，不容易氧化，保存也不用放冰箱。同时有研究发现它的寸胶蛋白的效果是不输圆形 VC 的。Remedy 现在进驻了 Target， 如果在北美的话，买东西买菜的时候顺便可以去逛一下。一个新品是 Remedy 的 For Dark Circle， 专门对抗黑眼圈的眼霜。首先它的 applicator 非常好，是一个金属头，冰冰凉凉的，上在眼周，迅速帮你消水肿。它的成分有烟酰、咖啡因、曲酸、酪氨酸酶抑制剂，非常强效的一个帮你淡化黑色素的成分。透明质酸、键苯二酚同样也是酪氨酸酶抑制剂，它成分真的很厉害。同时还有 VC 糖苷，帮你提亮，让眼周的肤色更均匀，很适合熬夜党、没有时间睡觉的上班族，给你一个睡足8小时的眼周状态。然后他们家出了2款洁面，超级好用，性价比很高，因为非常大罐，给你看多大罐啊，有350毫升，一个是给油皮，一个是给偏干皮的。但其实我混油皮2罐都可以用，因为给偏干皮这一款的它是可以卸淡妆的。你们记得我最喜欢的 CeraVe 的洁面是 Cream to Foam 吗？它也出了一个 Cream to Foam 乳霜转泡泡的产品，可以温和卸除你的彩妆、你的一些油脂，同时有24小时持续保湿。它成分像神经酰胺、甘油、透明质酸、泛醇各种复合物，洗完脸绝对不会有搓盘子那种干涩感。像我平常短暂出门，我都是用这个物理防晒，我超爱的新品 CeraVe Invisible 隐形防晒霜嘛，因为它是物理防晒，你就卸妆需要稍微注意一下，因为它不像化学那么好卸。你涂在脸上，你是会感到有一层东西的啊。你只有用这种可以卸淡妆的洁面把它洗掉，要不然你就用卸妆油。那这种就一步到位嘛，你也不用2次清洁了，卸得干净，同时也不会破坏保湿屏障。它是有湿疹协会认证的，你是湿疹皮敏感肌可以安全使用的。给油皮的就是 Gel to Foam， 它里面添加了 0.5% 的水杨酸，更好的控制油脂分泌，减少黑头，减少粉刺，帮你疏通毛孔。0.5% 算是比较温和的，出油严重的话早晚都是可以用的，很安心的温和去角质，不会说有大块的磨砂颗粒让你皮肤都变薄了。
然后它也是有一个补水的配方，一个复合物的，像神经酰胺、甘油、烟酰绿茶一些抗氧化提取。Gel to Foam 它的泡泡就更丰富一点。如果你用起泡网的话，这2款都是可以打出超级绵密的泡沫的。像我一般皮肤很油的时候，就夏天我都是用起泡网，可以确保它把我毛孔里面的油脂都给溶掉。他们用的是大分子表活的清洁剂，不会破坏你的健康屏障的。好，这以上的分享给大家传达一下我的硬防晒思路啊，真的很重要。就防晒霜其实在你的防晒里面反而是一个中间环节，你需要是前面的抗氧化，前面的硬防护，一些遮挡。如果那些都做不了的话，你再去防晒。好，喜欢不要忘记按赞哦，关注订阅我的频道，谢谢你收看，我们下期见，拜。